今天唠一个尺度大一点的话题。我这人脸皮薄啊，我那王八和刺猬他们脸皮不厚，本来不太想讲，但是又觉得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过，不如分享出来。这几天就很奇怪啊，接的蛮多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，发现对方那方面不行，要不要结婚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啊。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，反正是一通诉苦啊。她是去年相亲认识一个男士，人对她很好，家庭条件也没得挑。两人谈了半年呢，是顺利见了家长，上个月订了婚。这五一放假，两人就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呢，就约着一起出去旅个游。晚上呢，也是第一次住在一起。本来想想这是一件很激动、很美好的事情啊，结果发现男友那方面不行，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，这心情瞬间也没有了。出去了5天，吵了4天，回来之后这姑娘就微信上跟他提了分手，然后拉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女方父母知道之后也是坚决要退婚男士甚至是跪地去挽留女友，被女友父母一句话给怼了回来，不希望女儿以后守活寡。正好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咨询，有一位男士跟我说自己跟女友谈恋爱2年，性生活次数也是非常少，主要原因是在女友身上。这个女友直接告诉男方自己性冷淡，而且喜欢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，以后准备丁克。因为特别爱女友嘛，就没有跟女友提过过多的要求，觉得只要两人能够在一起，感情好，慢慢的以后都会有所改变的。可结婚之后的3年，两人的性生活基本是1年1次，女方对性生活是越来越抵触，男方说自己很痛苦，让他一度觉得想要放弃这段婚姻。他说因为性生活不和谐，毁了他对婚姻所有的幻想和美好，让他遭受别人的非议和耻笑，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。他说自己很自卑，不敢再去爱了，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。你要问我性生活对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？通过数据和咨询的案例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很重要。我给别人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上去分析的。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个话题来讲，是因为很多人你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，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开口的话题。我先拿几组数据来说话先看一下2021年中国婚姻生活状态报告里面，伤害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，性生活不和谐排名第4。2019年呢，民政局公布了最新的离婚大数据，这一年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947.1万，离婚登记的有415.4万，也就是说离结比高达了 43.8%。 中国的离婚率在那一年已经连续16年上涨，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的原因性生活不和谐竟然占到1半以上。有些人就会跟你抬杠拿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去做比较，说那个时候面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就结婚了，也没见得到处说这个不和谐就要离婚的。过去和现在那是2个年代，过去的婚姻更多的是维持生计。我记得张爱玲说过一句话，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，那婚姻就是一场长期卖淫。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，为了讨生计而维持婚姻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了。时代越近呢，大家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看重。当然如果你跟我说你需要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，觉得2个人精神上有共鸣就可以天长地久，那你们就当我放屁。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虽然性不是恋爱的全部，但缺少性的恋爱总是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。而且更加恐怖的是，我们才是20多岁的年龄，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是欲望最强的时候，但我们俩屈指可数的性生活次数，让我一眼看到了婚后长期的无性生活。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。一段真正好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夫妻生活，加上互相的宽容，加上彼此的搀扶。夫妻生活呢是婚姻的基本能力，也是夫妻的义务。遇到问题先不要冲动以分手为结局，先去解决沟通，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想法，才会让一段婚姻能够长久和幸福的走下去。今天天气好出来走一走，这躲开了5一出来散散气要不容易给憋出病来。昨天晚上我在评论区里面跟一个仙女杠起来了事是这么个事儿。我昨晚不是刷视频嘛，只刷到了一个姑娘拿着自己的离婚证，哎呀特别开心不说出来我都以为那是结婚证了。他说终于离婚了说自己经历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婚姻。一听那离婚理由我都要吐血。就是大半夜他前夫上卫生间门没关嘛，就因为这事儿两人吵起来了，他一气之下跑出1个多点，那前夫就给他打电话过来他不接，就直接拉黑了。回来就看见这前夫竟然在床上睡觉，于是两人又大吵一架，心灰意冷离了婚。他就劝那些在婚姻当中过得不幸福的姑娘们也早点离婚，走出失败的婚姻。
我打开那评论区一看呀，那些言论真的刷新我的三观呀。有2个评论点赞还蛮高的啊。这个有一个说呀，对我也离婚了，哎，分了他半套房子，离就得离狠点儿。这另一个就说呀，一定要勇敢提离婚啊！现在2条腿的男人这么多，又不缺男人，干嘛要委屈自己？哎呀，终于看到几个这个三观比较正常一点的。那你跟谁结婚不都是要经历这些鸡毛蒜皮吗？那婚姻就应该互相包容，难道过不好你就要离吗？哎呦，那家伙呀，下面一堆呀，这个评论讥讽啊，你是专家，你会包容，你有女德，你高尚等等。还有一个评论啊，说我就离婚了。哎，结婚1年多，要了他1套房子1辆车，你们离婚啊，不要给他留下任何钱啊，房子能要就要，彩礼我都后悔了，没要个30万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现在啊，离婚又不丢人，过得不幸福就要勇敢的提出离婚。哎，姐妹们，人就这一辈子啊，千万别委屈自己。就这个评论下面，那好多人都跟人评价呀，对呀，我就后悔了，没有多要彩礼。哎呀，你太幸福了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我看了实在是没忍住啊，就在下面给回了一句老鼠屎。就这3个字，这个姑娘就跟炸了锅一样，噼里啪啦的骂了我有800多个字啊！我打开她的个人主页一看呀，哎呀，那些视频啊，真的很辣眼睛啊！不是自我美颜对着自己的脸拍800遍，就是露胸露大腿，那扭腰扭腚搔首弄姿，给男人释放求偶信号吗？真的，他骂我，我还嫌和他怼浪费我时间嘞。我一直没稀的搭理他啊，他就不停的艾特我，没法呀，我又回了他一句啊，果然老鼠屎。最后他一怒之下就给我拉黑了。我就很无语啊！现在的离婚竟然成了一件很骄傲的事情，那成群结队的人都拍视频昭告天下，干嘛呀？你自由了，你要开始选男人了吗？与其网上晒自己的离婚证啊，那不如真的回到老家啊，通知你们整个村的人，哎，敲锣打鼓，为了你啊，大摆宴席，吃到个3天3夜，人来人往，都是为你感到自豪啊！光大明媒呢，光宗耀祖了呀！以前的婚姻啊，性格不合都是要互相磨合、互相包容，能不过咱就不离的。哎呀妈呀，现在呢，能离啊，咱就不过了。那冷静期啊，他也拦不住。以前呢都觉得离婚呢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现在啊离婚呢都成了光门耀祖了，大街上到处说呀。那些个离婚理由你们都想象不到。前2天有人还咨询我啊，就因为谁给谁洗袜子这事儿，那吵到闹离婚的，一双袜子而已，上升到你不爱我了，你女权他男权。哎呀，原本呢这5·1啊是有3场婚礼的，都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呀，散了2场了，还有1场是结婚前1晚，2人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了起来，这些嚷嚷不都过了吗？还有那些啊常年混迹在相亲市场上挑3拣4的主啊，性格强势，自我意识也不清楚，明明自己要啥啥没有，就觉得自己哎呀那美的不行了呀，厉害的牛的了，非要找个条件好的有钱的，我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啊，还狮子大开口，彩礼动不动就要几10万，真的，谁要娶你们，那祖宗坟头得让人挖的。婚姻啊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关起家门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没有婚姻是一帆风顺的。最后啊，奉劝那些舔狗们啊，远离那些晒离婚证的女人。说的是。哎呀，一大早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博士啊，要找对象，愣是血压给我干到了180呀。84年未婚，在深圳工作，年收入50多个，收入还可以啊。他来找对象，点名就要找条件门当户对的。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，他说男方呀硕士以上学历，身高不低于170，全款车房，年收入要100万。哎呀，听得我直接是愣住了啊！还没完，接受离异不接受带孩子的，另外要求男方人品端正，性格要好，情商在线。哎呀，听完我就头疼啊！越是年龄大、条件优秀，越这么找对象，他越找不到啊！我问他，你觉得深圳这寸金寸土的地儿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全款？他说年薪100万就可以啊，攒个几年，怎么就不能买个房子嘛？我问他50岁的考虑吗？他一听不考虑，我还不到40岁，那找个50岁的，那绝对是对方占便宜了呀！我说这除了年龄上大你一大截子的人能接受你，同龄的男人能符合你这要求的，他也不接受你啊！他说我1年50多个，有车有房，不优秀吗？那多少男人都比不过我，怎么就不接受我呀？听得我那急的呀！怎么40岁的人了，找对象还跟做梦一样呢？相亲讲究的不是你条件多好，而是总分相当的情况之下，优势互补。互补懂吗？你的优势是你有钱，他的优势是他有钱，这不是互补。古人说呀，郎才女貌。现在呢，很多社会企业家都娶女明星的。那你啥时候看到企业家娶女企业家的？有，很少。那些年薪达到100万的男人，在中国也算是凤毛麟角了。他的优势在于有钱有车有房，他缺的一定是性格温柔贤惠年轻漂亮的另一半。优势互补存在，两个人才能够紧密稳固的结合。他听完反问我呀，我就没有优势吗？我问他婚后你愿意拿出钱来给家里花吗？他说不愿意，现在不都是男人负责养家吗？哎呀，咋地？这男人赚钱养家，你的钱你自己花呗。这姑娘说对呀，你看看你把你唯一的优势都给堵住了。他赚的钱负责养家，还要为了你的要求买车买房全款付出那么多，他跟你在一起图什么呀？
还是你说是盘量调顺，长得像明星了，有其他方面的优势，性格超级温柔，等他来互补呢？想必也不是吧。这姑娘听完和我说呀，如果我要求很高，但我降低一点可以吧？年薪60万我也可以勉强接受。我一听，我的妈呀，没有。我好心劝她，你可以找一下男人其他的优势，那些年薪20-30万的，有房虽然有贷款，但性格稳重，工作稳定，那父母家庭教育比较好的都可以啊。你们互补，男方也有愿意认识你的动力。这姑娘一听啊，摆手就走。我不想找低于我这条件的，不然我干嘛要嫁人呢？还不如我自己活得精致。哎呀，听得我那个急啊！想找对象你就得换位思考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别人又要有钱，又要提供车房，还无贷款，平常出钱负责整个家庭的开销，同时还要幽默有趣，说话体贴，让你精神满足。他图的是个啥呀？他找谁不行？有这条件，他为什么不找个25岁年轻漂亮的姑娘呢？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